全球半导体竞争又发生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新变化。近日，台湾封测龙头力成科技宣布，将与美国芯片巨头博通共同投资4亿美元，在新加坡建设一座先进封装合资工厂。这座工厂最快将在今年年底前动工，预计2028年实现量产。如果单看4亿美元这个数字，在动辄100亿级美元的半导体投资潮中，它或许算不上惊天动地，但如果把这笔投资放到整个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演变背景来看，它释放出的信号却极其值得关注。在过去几年里，大家讨论最多的往往是谁能造出最先进的纳米级芯片。然而如今，越来越多国际芯片巨头开始将战线转移，全力争夺另一块至关重要的产业高地——先进封装。更值得思考的是，从 Silicon Box、美光、联电、应用材料，再到如今的博通和力成，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上的重量级玩家正在接二连三地将关键项目落地新加坡。为什么全球先进封装技术开始向新加坡集结？新加坡到底做对了什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场正在悄然发生的产业大变局。要搞懂这件事，首先得看明白这次投资真正值得关注的核心，不是金额本身，而是先进封装这4个字。很多人习惯性地认为，芯片行业最核心的环节就是晶圆制造，但在人工智能爆发的时代，封装的地位正在经历一场颠覆性的重塑。过去，一颗芯片通常独立工作，封装的作用更多是保护和连接，而现在 AI 服务器往往需要 GPU、HBM 高带宽内存、CPU、光互联模块这些不同芯片协同工作。真正决定性能的不只是晶体管数量，而是这些芯片能否高效地连接在一起。因此，先进封装已经从过去的最后一道工序，逐渐变成提升性能的重要技术。而这次博通与力成在新加坡布局的扇出型面板级封装 FOPLP， 正是这项革命中的尖兵。相比于传统的晶圆级封装，这种技术使用了面积更大、形状更规整的方形面板作为基底。这意味着生产线可以拥有更大的操作面积、更高的产能效率和更低的单位生产成本，同时也能够容纳尺寸更大、数量更多的 AI 芯片集成。简单来说，未来半导体行业的竞争规则变了，大家比拼的不再只是谁能把单一芯片造得更小，更是谁能把多颗复杂的芯片高效地组合在一起。那么，为什么博通没有把工厂放到美国？为什么没有选择其他制造基地，而是选择了新加坡？答案并不是单一因素，而是几种优势叠加形成的产业吸引力。首先，是已经形成并不断强化的产业生态圈。先进封装不是一座工厂就能完成，它需要芯片设计公司、晶圆制造企业、封装测试企业、半导体设备厂商、材料供应商、物流体系和人才体系，这些环节缺一不可。近年来，新加坡持续吸引美光、Global Foundries、联电、Silicon Box、Applied Materials 等企业。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的数据显示，新加坡目前约占全球半导体产出的 10%， 全球晶圆制造产能的 5%， 以及全球半导体设备生产的 20%。2025年，新加坡获得的142亿新元固定资产投资承诺中，约121亿新元来自制造业，其中半导体制造占据主导地位，贡献了 33%。产业链不断完善，企业之间形成集聚效应。对于后来者来说，进入成熟生态比单独建设一条供应链更有效率。其次，新加坡是全球供应链中极其罕见且珍贵的稳定节点。全球半导体产业越来越重视供应链韧性，企业不仅考虑成本，也考虑政策连续性、法律环境、知识产权保护、国际物流和地缘政治风险。新加坡长期保持开放的营商环境，同时拥有全球重要港口和航空枢纽，为跨国企业协调全球供应链提供了便利。对于总部设在新加坡的博通而言，在这里布局先进封装，也有利于贴近区域供应链和客户网络。再者，
新加坡非常清楚自身的优势与边界，它选择了一条精准的高附加值路线。新加坡很清楚自身土地和劳动力有限，因此它并没有追求覆盖整个半导体产业链，而是更倾向于发展高端制造、精密工程、先进封装、光芯片、半导体设备和 AI 相关基础设施。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和经济发展局主导的旗舰项目，目标正是进一步扩大新加坡的高价值研究和制造技术，如先进封装、先进光子学等。这些领域技术门槛高，附加值高，也更符合新加坡的发展路径。过去几十年，芯片性能提升主要依赖制程不断缩小，但随着先进制程研发成本越来越高，行业开始寻找新的提升路径。于是 Chiplet、多芯片集成、先进封装等技术迅速发展。未来，一块 AI 加速器很可能由多个不同功能芯片组合而成。谁能够降低封装成本，提高良率，提升散热效率，缩短制造周期，谁就更有机会在 AI 产业链中占据优势。这也是为什么全球越来越多企业把先进封装视为新的战略重点。博通作为全球网络与算力芯片龙头，是 PLP 先进封装技术的核心需求方，双方合资建厂，有助于博通锁定稳定的先进封装产能，历程则获得长期订单支撑。对于新加坡来说，这不仅是一座新工厂，更意味着参与未来半导体价值链的重要环节。我们把过去几年的消息串起来，就会发现它们并不是孤立事件。从美光持续扩产、联电推进硅光子相关技术、Silicon Box 建设先进封装基地、Applied Materials 扩大研发与制造布局，再到今天博通与力成共同投资先进封装工厂。新加坡政府从2021年到2025年承诺投入180亿新元，用于推进半导体行业的研究、开发与创新。这些投资覆盖了设计支持、制造、设备、封装等多个关键环节。它们共同指向一个趋势：新加坡希望成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的高价值节点，而不是单纯依赖某一家企业或某一个环节。这种布局也增强了产业的协同效应和长期竞争力。很多人觉得新加坡面积有限，很难和拥有庞大制造基地的经济体竞争。但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表明，新加坡的发展思路并不是追求规模，而是不断寻找价值链中技术含量更高、战略意义更强的位置。今天，它布局的是先进封装，未来可能还包括光互联、先进材料、AI 基础设施等更多领域。博通和力成投资4亿美元，或许只是全球半导体产业调整中的一则新闻。但如果越来越多国际企业把先进封装的重要项目放在新加坡，这说明新加坡争夺的已经不是一座工厂，而是下一代半导体产业链中的关键位置。这场关于下一代芯片封装技术的变革才刚刚开始。你认为在 AI 算力大爆发的未来，新加坡这种不拼规模，只拼高附加值的产业路线，能否帮助它在未来的全球科技竞争中持续保持领先？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观点。